脸，你是不是自己半夜起来煮面吃？怎么面条又少半包？害我刚要煮牛肉面的时候面条不够，还得临时跑出去买。我昨天煮饭的时候明明就检查过啊，还有一包全新的耶。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半夜的时候我梦见脑子被食脑虫给吃掉，为了证实自己还活着，不得已才起床煮了一碗酱油拌面，总算清醒一点。太可怕了，我到现在都还能感受到脑袋被吃掉的疼痛感。你最好有办法知道脑袋被吃掉有多痛啊。自从夏天发生那起食脑虫致死案，你都多久没去泳池啦？怎么可能还会做这种梦？我看你是在为自己半夜起来吃东西找借口吧。你真的应该要注意，好不容易减掉的5公斤，1个礼拜内你居然给我胖回去3公斤，真是有够扯。万一你一直胖下去，你的瘦素痛不过你的脑血屏障，你的大脑不知道你胖了，你就完蛋啦。哪有那么严重？我这礼拜只不过聚餐2次，多吃了一点，168一阵子，3公斤很快就消下去了。你在担心什么？还拿瘦素阻抗来要挟我？我根本就离那个会发生瘦素阻抗的肥胖还很远，好吗？你现在1个礼拜胖3公斤，1个月要胖几公斤？你看你瘦了5公斤以后就志得意满，整个人松懈下来，好像自己有多少额度可以为所欲为，聚餐毫不忌口。等到有一天你的脂肪油表坏掉了，身体里面再也没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你食欲的冲动，不要说5公斤，就是增加个20公斤你也会浑然不觉的，你知道吗？我浑然不觉没关系啊，你浑然有觉就好。我体内的油表坏了，体外的油表可是很机灵，放心啦，有你在，我不会胖得太离谱。最好是，那你半夜是怎么起来自己吃干面的啊？又是怎么怂恿大东他们聚餐去吃到饱的啊？火烤吃到饱不是我提议的，是大东推荐，他说那家很好吃，我只是不扫他们的兴而已。不扫兴？我看你是自己喜欢吃吧，我没去就知道你吞了多少寿司和冰淇淋。我可声明，我才不要当你的体外油表，你自己的油表不保养，别想赖在我身上，你知道吗？瘦素之所以会抵抗，跟吃高油脂、高碳水都有关。你每次食欲高涨，就喜欢吃碳水炸弹，不是面条就是泡面、洋芋片，最恐怖的就是高糖、高油、高淀粉的混合物，像红豆面包这些。你知道做一个面包要加多少奶油才会那么香？一个红豆内馅要加多少糖才会那么好吃吗？是哦，你上次不是说是有的人太胖了，大脑才会侦测不到瘦素，我这样还好吧？我的体重都还在卫福部的标准范围内，只有腰围超标，怎么会因为吃一点高糖高油的东西就瘦素阻抗呢？肥胖和瘦素阻抗都不是一天造成的，都是日积月累、随心所欲、毫无节制的关系。况且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研究显示，不一定要很胖才会发生瘦素阻抗。在跟你讲瘦素阻抗之前，威廉，我问你，我们在对抗复胖那集提过瘦素，你还记得多少？这很简单嘛，瘦素就是一种脂肪量表，由脂肪细胞分泌，是1994年发现的。身体的脂肪越多，瘦素就会分泌越多，瘦素越多就会跟大脑传递减少摄取热量的讯息。而瘦素阻抗就是过于肥胖的人，脑部侦测不到瘦素，导致食欲不减，继续肥胖。没错，你记得很清楚，这是最基本的概念。其实早在50年前，美国缅因州与26项诺贝尔医学奖有关的著名实验室杰克逊实验室，一位叫科尔曼的科学家就已经预测到瘦素的存在。当时他们在实验室里培育了2种基因变异的胖老鼠，一种叫 DB 的糖尿病老鼠，一种叫 OB 的肥胖老鼠。他原本预期，如果将这2种胖老鼠与正常的老鼠进行血液串接，或许可以为肥胖老鼠引入什么可以防止肥胖的血源性因子。根据辛辛那提大学研究团队2011年发表的论文指出，克曼博士当时进行了4种串接，第一种是正常老鼠与 DB 老鼠串接，结果令人讶异的是 DB 老鼠非但继续肥胖，还导致正常老鼠的饿死。这时候科尔曼博士就推测 DB 老鼠能够产生一种强烈的循环信号，促使正常老鼠饿死。接下来他串接了 OB 老鼠与正常老鼠，结果正常老鼠没死，OB 老鼠却一如博士假设，居然减肥成功。好奇怪哦，明明2种老鼠都是胖子，却得到2种不同的后果。这次科尔曼博士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他没有居下结论，而是继续做了2种串接，分别是 OB 老鼠跟 DB 老鼠的串接，还有2只正常老鼠的串接。没想到正常老鼠一如预期没什么变化，但与 DB 老鼠串接的 OB 老鼠却也走向饿死的后果。克尔曼博士因此从这些实验中敏锐地得到结论，那就是 DB 老鼠体内产生一种自己无感的饱腹因子，而 OB 老鼠的肥胖是来自于它自己无法产生足够的饱腹因子来调节它自己体重和食物的摄取量。所以 OB 老鼠跟正常的老鼠串接的时候，正常老鼠就把浓度正常的饱腹因子传递给它，它有浓度刚好的饱腹因子就可以减肥。但 DB 老鼠的饱腹因子却浓度太高，以至于害死了正常老鼠和 OB 老鼠吗？哇，这个科尔曼博士还真聪明，要是一般人恐怕还很难推测出这样的逻辑。对啊，科尔曼博士在瘦素发现10年以后过世，享年82岁。有的人就认为，如果科尔曼博士能够更长寿一点，就能够拿到诺贝尔奖了。那么这个瘦素就是科尔曼博士在1994年发现的吗？他还真有毅力，研究了20年。不是科尔曼博士找到的。其实科尔曼博士提出这样的理论，当时并没有受到学术圈的普遍认可，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才解决了同行的质疑。后来他退休的时候，瘦素还没有发现，但1-2年之后，他以前的合作伙伴伯里德曼博士才率领洛克菲勒大学的研究团队，通过历时9年的密集定位克隆实验，证实克尔曼博士所推导出来的因子确实存在，也就是瘦素。这个瘦素刚被发现的时候，在学术圈掀起一阵旋风，短短3年间就有600多篇相关的论文刊物发表。这很容易理解的嘛，大家一看科尔曼博士的实验，那只有肥胖基因的 OB 老鼠，只要有浓度正常的瘦素就能够瘦，所以一发现瘦素，大家当然就以为找到肥胖的解药。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像 OB 老鼠的肥胖，是因为缺乏正常浓度的瘦素，可以一针瘦素下去就恢复正常体重。天生的瘦素缺乏症是一种罕见疾病，大部分人的肥胖都不是因为瘦素缺乏，相反的，大家都比较像对瘦素失去感受性的 DB 老鼠。就算因为脂肪很多分泌一堆瘦素，却也没办法让大脑知道脂肪已经太多，所以在大脑对瘦素失去敏感性的情况下，即便体内瘦素暴增，还是一路胖到底。就好像我们在对抗复胖那集讲的那些超级减肥王，他们在参赛前每个人的瘦素浓度都很高，却每个人都非常肥胖。瘦素是含有167个氨基酸的球状蛋白激素，我们以前提到过，它主要是由白色脂肪所合成分泌，但身体的其他地方也能够分泌瘦素，像棕色脂肪、胎盘、胎儿组织、胃、肌肉、骨髓、牙齿、大脑等等的地方。所以瘦素对调节能量摄取、体重、生殖功能、胎儿生长、促炎性免疫反应、血管生成和脂肪分解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脂肪组织过多、血中瘦素浓度过高所伴随而来的瘦素抵抗、难以节制食欲而导致持续性的肥胖就不是唯一的后果。而胃里面的瘦素是由胃黏膜所分泌，主要作用于肠壁。在开始摄食后，胃中分泌的瘦素会快速分泌到胃腔当中，直达胃部和其他饱腹激素如胆囊收缩素等一起控制食物摄取的量，并调节其他胃部荷尔蒙，进而控制营养素，例如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即便你发生瘦素阻抗，脑中对体内脂肪失去侦测能力，也不至于会毫无底线的摄食。但终究你发生了瘦素阻抗，所以你的大脑无法侦测你身体的脂肪存量，也就无法压制跟你体重不成比例的食欲了。可是大脑为什么会无法侦测到血液中满满的瘦素呢？瘦素抵抗到底是怎么造成的？瘦素发现的隔年，也就是1995年，瘦素位于脑部下视丘的副正中核和弓状核中的接收器，也就是受体被发现了。研究发现，瘦素经由白色脂肪细胞分泌到血液中后，会穿过脑血屏障到达脑部下视丘能量平衡的这个区域，参与人体能量平衡的控制。一直以来，关于瘦素抵抗的研究很多，大部分的研究都指向瘦素浓度太高时会无法通过脑血屏障，或瘦素浓度太高导致瘦素受体饱和，无法侦测到瘦素。其中有一个研究方向指向肥胖中的发炎现象是凶手之一。根据莫斯科多个医学营养研究中心所组织的研究团队，在2022年提出关于探讨肥胖炎症的论文指出，肥胖造成血液中的瘦素浓度飙高，会刺激细胞产生促炎因子，例如 TNα、
IL-6、IL-2 等等，并且还会抑制抗炎细胞因子 IL-4 的产生，而因此导致的炎症会破坏瘦素的信号通路，进而造成瘦素阻抗。哦，原来是瘦素自己放了一把火，把自己要去大脑的通道给烧掉了。是可以这么说啦，而你知道吗？我们以前提过，也是由白色细胞分泌的脂联素，恰恰就是身体中的抗炎因子，是肥胖的人士体内浓度较低的激素，所以肥胖会造成促炎激素的瘦素激增，也会导致抗炎因子脂联素的缺乏。那你就可以知道，肥胖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灾难。虽然那样的灾难不是立即可见，但却会慢慢侵蚀我们的健康。至于肥胖导致身体发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做影片讨论。这可非常重要，身体长期处在发炎状况，那还得了？对呀，还有一个今年元旦才发表的研究才令人惊讶。以前我们都以为要肥胖以后瘦素才会飙高，才会导致瘦素阻抗，就像莫斯科团队讲的那个是瘦素太高导致发炎，破坏了信号通路所致。但没想到，只要你摄取过多可以分解成葡萄糖的碳水化合物，尤其是精制糖，就会带来瘦素阻抗。依据美国奥古斯塔大学长期研究瘦素的哈里斯教授，在今年元旦发表有关蔗糖与瘦素抵抗的研究指出，大薯在连续30天饮食加30%的蔗糖溶液，就足以产生瘦素阻抗，甚至在大薯的脂肪量都还没有大增，且血中瘦素浓度都还没有飙高以前，就已经出现瘦素阻抗。以往的研究指出，胰岛素可以促使脂肪合成，就间接地对由脂肪分泌的瘦素产生调节作用，所以长期高胰岛素血症会导致血浆内的瘦素浓度高涨，而血中的瘦素浓度太高就会伴随瘦素阻抗。但是依据哈里斯教授这篇研究结论来讲，高量的精制糖摄取就足以导致瘦素阻抗。哈里斯教授目前的研究指出，那可能是因为过多的精制糖摄取会影响一条叫营养感应路径，这条路径关系着大量的蛋白质开关，也包含了瘦素这个蛋白质激素。太多的精制糖会让这条路径产生太多的糖类片段，而这些片段会致使瘦素的活性变低，进而发生瘦素阻抗。也就是说，这根本还不需要肥胖造成的瘦素飙高，而只要在你瘦的时候，因为长时间摄取太多的含糖饮料、高碳食物，就能够导致瘦素活性受到糖的影响，造成瘦素阻抗，让大脑失去侦测人体脂肪的能力，在你逐渐变胖的时候，无法释放出节制饮食的讯号，进而使人陷入肥胖的恶性循环。所以，威廉，你如果对碳水化合物像面条、白饭、红豆面包不有所节制，我实在没有把握你会不会步入低比老鼠的肥胖下场。你不要以为我属老鼠就会跟低比老鼠一样哦，我可是一只健康的老鼠。只是我要替我的同类问一下，如果真的产生瘦素阻抗，抗拒不了食欲，一直想吃怎么办？瘦素阻抗不是不可逆的，只是非常辛苦，那就要克制对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取，简而言之就是减重。当身体的脂肪量减低，胰岛素、瘦素双降，大脑对瘦素的敏感度就会增加。只是在此之前，你必须靠自己的意志力去对抗食欲，建立良好的用餐习惯，也就是均衡适量的饮食。长此以往，身体能够读取瘦素资讯，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对抗食欲，大脑自然会依据你的体脂状态帮你调节进食欲望。另外，根据研究指出，运动、断食也可以提高身体对瘦素的敏感性。这么看起来，瘦素阻抗也不是那么绝望嘛，你就不要那么紧张兮兮。我多吃一点碳水，就好像犯了什么大忌。放心，我已经声明过，不做你的体外油表，你就自己好自为之吧。